这个点儿，山上又打枪。谁呀？我说你在我家柴火垛干哈呢？大哥别开枪，我没偷东西。我操！我操！你咋会说话？话？你是狍子？别害怕，我是干这个的。退伍之前就是部队里的兽医，人和牲口的伤我都能整。大哥不好意思啊，刚才不知道哪个傻狍子，我搁那愣神呢，抽愣子就给我一枪，打我尾巴根上了。我在你这儿躲躲，你可千万别往外说啊。大哥，你别愣着了，麻溜给老弟整整吧。这血再流下去，我这条腿真就废了。行，你先别动。真是火的，还真会说话。大哥，你麻溜点儿呗，我这条腿跟针扎似的，疼得我直哼哼。可以啊，老弟，屁股都开花了，话还这么密。不唠嗑，我能挺住这个疼吗？大哥，我这不是分散注意力吗？欧了，子弹没伤着骨头，啥事儿没有，过2天就好了。大哥，你可来了，我都饿得前胸贴后背了。挺皮实的，这2天养养就利索了。大哥，你这手艺杠杠的呀，比我们那儿的老兽医强多了。我以前是干这个的，退伍前在部队待了6年。那你咋不干了，跑这深山洞里来了？老家就这儿，长辈留下的房子和地，我总得回来看看。大哥，你自己一个人过啊？安置费花的差不多了，家里人总念叨让我进城找个正经工作，说我一个大学生学的兽医又当了兵，回来窝在深山里瞎混，不是正事。啥叫不是正事？你这手艺救人救命呢，咋能不是正事？走2步我瞅瞅。咋样，大哥？杠杠的吧？行，恢复的挺快，再养2天就没事了。大哥，我寻思着我这伤好利索了，也该走了，不能一直赖在你这儿吃你的喝你的。你这腿还没全好呢，急啥？大哥，你的心意我领了，可我一直在这儿，你也担着风险不是？再说了，山里还有老太太等着我呢，我得回去让她老人家放心。行，你自己心里有数就行，路上慢点走，别再让人给盯上了。大哥，这2天多亏你了，要不是你，我这条腿早废了，说不定命都没了。大哥你放心，以后有我在，你饿不着。行，你自己路上小心点。恩人，以后老弟再来看你，后会有期。这事儿说出去谁能信啊？这都好几天了，你傻狍子该不会是把我这儿给忘了吧？那是啥玩意儿？这完了！别过来！兄弟，别怕。大哥，可想死我了！你咋跟老虎一块儿？大哥，你咋这坐地上了？快起来，快起来！别害怕，别害怕，这是我大哥，不咬人。你倒是先说清楚，再让人起来呀，这不把人吓着了吗？大哥，你俩是一家的。兄弟别误会，我们不是一家的，是拜把子的交情。这小子前几天叫你救的时候托了信儿给我，说山里出了个能听懂咱说话的奇人，我这不放心，特意来看看，顺道谢谢你。就是，我大哥听说这事儿，麻溜就赶过来了，一路上没少念叨你呢。大哥，你别客气，举手之劳，不用谢。这点东西不值钱，是这片山里的野货，你收着，算是我们的一点心意。大哥，抽根烟。兄弟，你这心意我领了，可我这嘴实在不好使这个。大哥，你这不是难为我大哥吗？他嘴那么大，烟卷往哪叼啊？哎呀，你看我这都不知道自己在干啥。兄弟，你别紧张，这世上能听懂咱说话的人几10年都出不了一个，你算是个奇人。大哥，往后山里的老少爷们都得念你的好。那你们咋都会说人话？这山里能说话的多了，就是没几个人能听懂。这事儿你先别往外说，山里最近不太平，有人在打我们的主意。打啥主意？
咱们的主意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这才1个礼拜，家里跟开了流水席似的。哥们儿，我可算是又来了。昨儿那玉米面真是贼拉的香啊！你们这是把我家当饭店了？大哥，这话说的，我们这不是白吃的。我给你带消息了。啥消息？西边沟里有一窝子野蜂蜜，可甜可甜了。我给你带路，你去把它端了，够你吃一冬天。行行行，算你有本事，吃吧吃吧。我跟你说，这人心眼贼好，比山里那些黑心猎户强老鼻子了。可不咋的。山子啊，婶儿给你送点鸡蛋，你自己一个人过日子也不知道注意身子。婶儿，你先等等。山子，你这院里这是咋回事啊？婶儿，你别害怕，这些都不咬人，都挺乖的。你咋招来这些玩意儿的？这不是遭殃了吗？婶儿，这个说来话长，你先别急，我给你解释。我得跟你妈说去，完了，这下要传遍全村了。大哥，别往心里去，人呐，一开始都这样，害怕2天就习惯了。我跟你们说，山子那院里一只熊比人都高，跟个门神似的往那一站，我心脏是没打停。我能不能是？你是不是眼花了？深山里的熊咋能自己跑人家院里去？我眼花，我用的这眼花和玉米的分解，这是跟耗子似的东西，一个个吃的欢畅。我寻思着，这孩子是不是脑子受了刺激？不然咋能养些这小玩意儿？老黑，我去趟镇上，你自己在这待着，别乱跑啊。大哥放心，我不乱跑，我把这堆柴码完就歇着。大爷早啊，去地里啊。2嫂3嫂早啊。这是咋回事？婶子，你说山子那孩子是不是真有毛病？好好的人咋能招来那些玩意儿？我也不知道啊。我那天去送鸡蛋，差点没把我吓死。那熊跟小山似的，还有那几只耗子似的东西，满院子乱窜。我听说他当兵回来之后就不太对劲儿，是不是脑子受过刺激啊？谁知道？总之这事儿邪门，离他远点没错。还真就传遍了，这就是我救了几只动物的代价吗？大哥，怎么了？没事儿，就是有点累。老黑，你知道吗？村里人现在都躲着我，觉得我是异类，是疯子。大哥，你要是嫌我们麻烦，我可以走。你说啥呢？我没那意思。可你看起来不高兴。不管别人怎么看，我救了他们，就得负责到底。有人在外面。这是谁？偷拍我？救命！求你了，救救我这个崽子！老黑，去把热水烧上，麻溜的。别怕别怕，我这就给你处理，你忍一忍，坚持住，马上就好。恩人，谢谢你，谢谢你救了我这个崽子，要不是你，他今晚就没了。没事没事，命保住就行。你说说，这伤咋弄的？他一不留神踩上了个铁夹子。这不是普通的手夹，这手法是专门用来猎大物的。大哥，这伤口我认得，是猎户下的夹子，专门带大物的那种。老虎大哥说的，难道就是这个？恢复的不错，再养个几天就能自己走了。恩人，我听说山里的动物都传开了，说你这院子里啥物种都能来求助。我就是个兽医，能帮多少是多少，只要你们别整那些偷鸡摸狗的事儿，我这院子随时敞开。兄弟，
我听说昨晚有崽子受伤，跑你这儿来了。大哥，你来的正好，我正想找你问问。这手法，我认得。大哥，你认的是谁干的？这列举的下法跟多年前山里那伙人一个路路。大哥，你说的是那伙人？可别是他们又回来了吧？那伙人手黑着呢。我原以为他们早就不在这片山里活动了。这事儿我会让山里的兄弟们多加留意。兄弟，你这院子往后也得多加小心，尤其是夜里。大哥，要是真让我碰见那些人，我绝不会坐视不管。我说了多少遍了，这事儿不能这么整。咋不能整？该有的规矩就得有。你以为我图你啥了？你们俩这是咋回事啊？评评理。行，你们俩先坐下，一个一个说，慢慢说。大哥，你给评评理。我们俩处了大半年，眼瞅着要成一家了，结果他们家那边张口就要求我得先有个像样的窝才能过门。问题是，大哥你也知道，这几年山里人越来越多，修路伐木建大棚，我们的地儿被挤得越来越窄，那些适合筑窝的地方早就让别的兄弟占完了，现在想找个好窝比登天还难。难？你嫌难？那你就是不上心。我姐当年嫁过去，男方提前半年就把南坡最好的石洞占下来了，又深又宽敞，生了3窝崽子都够住。这动物界还要讲婚房？行了，都先别激动。大哥，我真不是不找，我天天巡山，从东边沟到西山坡，能钻的洞我都钻过了。这2年人类的动静越来越大，好多山沟都被挖平了。咱们这些原本还能凑合住的地方，现在都成了稀罕货了。那你呢？是真觉得一定要有那么好的窝，还是怕他心里没把你当回事儿？大哥，怕他要是连窝都不给我找个像样的，往后崽子生下来了，是不是也没个安稳地儿，风吹雨淋的？我这心里能踏实吗？我不是不乐意给你找好窝，我前段时间找了一个在拉好的洞，后来修路给我填上了。那咋等啊？难道就继续睡荡街吗？要不这样，你们俩也别急着走，就在我这院子里先待2天，冷静冷静，把这事儿好好想想，想明白了，心态稳了，再回去找窝也不迟，中不？中，那就麻烦大哥了。谢谢大哥。老黑，我这院子咋越来越不像话了？大哥，你这是要开婚介所了？兄弟，跟你说个事儿。大哥，你说。我这几天让山里的兄弟们摸了摸，那片区域最近确实有生人的动静，脚印、烟头都发现了。我寻思着，这伙人还真是老熟人。老熟人？大哥，你是说这猎具的手法我认得，是老熟人干的。多年前这片山里就有过这么一伙人，专门下夹子、设陷阱，带些珍贵的物种去卖。后来不知道咋的销声匿迹了。我原以为他们不会再回来了，没想到。兄弟，这事儿不小，往后你出门在外多加小心。山里这段时间，我会让兄弟们多盯着点儿。这伙人到底是谁？还敢在这片山里做这种事？大哥，你好啊，我是来找你们家老弟的。啊？谁找我？是我，隔壁沟里的。前几天你救的那窝小野鸡是我表妹家的，她跟我念叨了好几天，说你可仗义了。那可太巧了。老黑，这是咋回事？不会是……相亲呢？这动物之间还整相亲这一套？你看人家小姑娘多主动，不像咱俩，非得闹掰了才知道对方的心思。那咱俩不也好了吗？我回头就去找窝，你放心。那个，你也是来找老弟的？哼，不是，我是来看看这传说中能听懂咱说话的恩人的。你想哪儿去了？我看这架势，今天怕是要成好几对呀。可不是嘛，这地方现在都成相亲角了。那你平时喜欢干啥呀？我啊，就喜欢在山坡上晒太阳、看云彩。你呢？我呀，我就喜欢我大哥这院子。你说这地方多好，冬暖夏凉，还管吃管住。这货把我这儿当卖点了。你说，咱们这山里往后还能安生过日子不？我听说人类的动静越来越大了。谁说不是呢？我姐前2天还跟我说，她的窝差点被人给挖了，幸好跑得快。我这院子咋越来越不像个正经院子了？你说，
咱们要是也能像大哥这院子一样，有个安稳的地儿，该多好。会有的，我相信你。大哥，我跟你说个事儿，可不是啥好消息。啥事儿？我今天早上溜达到村口，听见几个人在说话，说村里有人已经去森林管理处那儿举报了。这是啥动静？别乱动，看看再说。你是陈山，我们接到举报，说你这里非法求养野生动物，现在需要进行核实登记，你配合一下。警官，这些动物都不是我抓来的，是他们自己找上门的，我一个都没关着，随时想走都能走。这个我们要现场核实，你先别说话，我们一项一项来。黑熊2级保护动物，狐狸2只，普通保护物种。狍子2只。那边缸里是什么东西？你过来看看这个，这花纹不对，赶紧联系省里的专家，让他们尽快过来。完了，这下真惹大事了。2级保护动物东北黑熊没问题，这2只是普通保护物种，登记就行。老师，你看这花纹，这不会是远东豹？这是野生远东豹。老师，这不可能吧？这个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本就极度稀少，多年来在这片区域都没有确切的踪迹记录，怎么会？专家，您别吓着他，这只其实性格挺怕人的，一见外人就想躲。快把设备拿过来做记录，这个发现要立刻上报。这可能是近几十年来这片区域首次确认的野生远东豹活体记录。陈山，情况比我们想的严重，院子里出现这么多保护动物，尤其是像远东豹这种极度濒危的物种，这已经超出普通核查的范畴。警官，我真没抓他们，都是他们自个儿找上门来的，我一个都没关过。这个情况我们理解，但按程序必须先带你回去核实，你配合一下。这个动物有攻击性倾向，大家都往后退。这情况不对，这些动物明显是在保护它，不像是被囚禁控制的。先别动，都先冷静，我们不是来伤害任何人的。大哥，老黑，你们都听我的，先退后，千万别冲上去，这样只会让事情更糟。等等，都先别动。教授，这情况你们没看明白吗？这些动物，尤其是这只极度濒危的远东豹，此刻正在做出典型的护主性应激行为。如果强行驱散或者带走陈山，这些动物的应激反应只会进一步加剧，很可能造成不可控的伤害，无论是对你们，还是对这些动物本身。我干这行30多年，头一次见到野生动物对人类表现出这种程度的信任和依赖，这不是简单的驯养关系。这背后一定有更深层的原因，现在强行介入，只会毁了这个极其珍贵的观察样本，也可能真的伤到这些孩子。先撤到院门口，都别做刺激性动作。行了，没事了，先别紧张。30年了，我调研了大半个东北的山林，从没见过这样的场景。陈山，你老实告诉我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这些动物为什么会这么信任你，甚至愿意为你冒着生命危险对抗人类？教授，我也说不清楚，
我救过他们，善待他们，他们信我，我也信他们，仅此而已。我要立即向上级汇报，这个地方的情况绝不能用普通的非法囚养案件来处理。这里可能是我们研究野生动物行为、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一个极其罕见、极其珍贵的样本，必须妥善保护，绝不能粗暴介入。教授，那接下来该怎么处理？还请您给个具体建议，我们也好向上级汇报。我建议将这里正式规划为野生动物救助观测站，由陈山担任协管员，一切事宜按照《野生动物保护法》相关规定，走正规合法的程序来处理。这些天受的所有委屈，值了。大哥，这下你可算是熬出来了。陈山，这才1个礼拜，咋感觉像做梦似的？文件都办好了，从今天始，你这院子就是正式挂牌的野生动物救助观测站，按月会有专项拨款，用于日常维护和动物救助。教授，真是多亏您了，要不是您帮忙，别谢我，你能有今天，靠的是你自己对这些动物的善意和真心。好好守着这片山，守着这些孩子，你做的事儿比你想象中重要的多。大哥，这下可算整明白了，往后咱这地儿就是正经有编制的了。就是，以后谁还敢说你囚养动物，那不是瞎扯淡吗？行了，你俩这几天也不用一直窝在我这儿了，该回山里转转了。大哥，我寻思着，我这几天还真找着一个地儿，就在北边那个山沟里，石洞不算大，但2口子住够了。放心吧，我这儿不会有事了，你俩赶紧回去吧，我再收拾利索，我过日子才是正经事儿。大哥，那我们往后还来看你不？大哥，山里最近还是不太安分，你自己也得留神点。大哥，你说这下村里那些人还能整出啥幺蛾子不？谁知道呢？不过有这块牌子在，我看他们也不敢乱了说。大哥，往后你这儿就是正经挂牌的救助站了，是不是多预备点东西？老黑说的对，就去镇上多备点药材和急救用品。大哥，你这挂了牌子，往后就是山里的名人了，指不定还有记者上门采访你呢。哎呦，山子啊，婶子听说了，你这可是给咱村长脸了，都上省里的报告了。婶儿，您别这么说，我就是干我该干的事儿。那哪能啊？你这可是正经有编制的了。婶子以前说的那些话，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。人心啊，有时候比山里那些猛兽还难琢磨。大哥，你说往后这日子能一直这么安生不？能不能安生？但只要我在这一天，这院子就不会让任何动物受委屈。大哥，有动静，不对劲儿。又是谁？出事了！大哥，大姐，就这儿，我闻着味儿了，绝对就在这附近。孩子，妈在这儿呢，你出个声啊！别动他，我来。我的崽儿啊，你可别吓妈呀！这夹子年头不短了，齿口都生锈了，卡得死，得慢慢撬，不能硬拽，不然骨头得受2次损害。稳住，稳住！大哥，我这边帮你压着，你使劲撬。大哥，别急，我们都在，你慢慢来。再撬一点就够了，都别松劲儿。出来了，快把它放平，我得马上处理伤口。崽儿啊，妈来晚了，妈对不起你。坚持住，坚持住，马上就好了。你这么小的年纪，可得挺住啊！谢谢，谢谢恩人，谢谢大伙儿。哭啥呀？孩子这不好好的吗？你再哭把孩子吓着咋整？这下好了，一家人齐全了。这个钢印，我好像在哪儿见过。这不会是本地的货？大哥，这上面的味儿不老，是最近才下的夹子，而且这附近我隐约闻着还有生人待过的痕迹。老黑，你能不能顺着气味找到下夹子的人往哪个方向走了？能。往西边去了，那个方向离咱这片保护区不远。这事儿不能再拖了，明天一早我就去镇上五金店问问这批货是谁买的，一定要把这伙人揪出来。恩人，
这事儿要是用得上我们，你尽管开口，我们全家的命都是你救的，这条命往后就跟着你干。行，那咱们就齐心协力，把这伙人给逮住。老黑，我去镇上五金店问问情况，你在家看着，有啥动静立马想办法给我传信儿。中，大哥你自己也多加小心，山里现在不太平。大哥，要不我跟你一块儿去？你这身份不方便进镇上，你在家帮着老黑看着院子。这边我一个人能应付。山子来了，听说你这出息了，都上了报纸，啥时候请老哥喝一顿啊？老哥，回头肯定请你。我今天来是想问你个事儿。老哥，你瞅瞅这个，这钢印是不是你们店里卖的猎具上的？这个印子看着是像，不过这种老式的捕兽夹，早几年国家不让卖了。那前段时间有没有人来打听过这种夹子，或者买过类似猎具？山子，这事儿你问的这么细，是不是山里出啥事儿了？老哥，这事儿关系到山里好几只保护动物的命，你知道啥就跟我说啥。前段时间是有个生面孔来过，不是咱镇上的人，操着外地口音，还问我认不认识收山货收皮老式捕兽夹的中间人。我一听不对劲儿，当场就把他打发走了。那人啥样你还记得不？40来岁，中等个，脸上有道疤，说话嗓门挺大。他好像总在镇东头那个废弃老砖窑附近晃悠，我猜可能就住那附近。老砖窑偏僻，又靠近保护区边缘，确实容易藏人。老哥，先谢了，这事儿别往外说，我这去看。山子，小心点儿，别一个人瞎成兵，出事了赶紧报警。这地方看着废，可车之印是新的，肯定有人常来。喂，等等！这人是发现我在调查了，这下麻烦大了。大哥，你咋在这儿？我这几天一直让山里的兄弟盯着西边那片林子，刚接到消息说有个据点藏着猎具和皮子。我刚去五金店问过，这碎片像老式捕兽夹上的。老板说有个8脸生面孔总在老砖要晃，我去看了，那里有新车辙和篷布，我还看见有人拿望远镜盯着我。他发现我察觉后立刻跑了。看来这伙人比我想的还谨慎，他们最既然发现你在查，甚至可能会先对你或者对咱们的保护站下来个先发制人。那咱们不能坐着等，得先想办法，赶紧联系森林公安，把这伙人一网打尽。我这就回去调集山里的兄弟们，把这片区域死死盯住，绝不能让他们再伤到一个孩子。老砖窑那边不对劲，我还被人跟了一路。大哥，这伙人既然看见你了，那肯定是要动手了，咱们可不能干等着。大哥，咱得先想法子摸清他们的动向，不然院子里被人这么多孩子，万一……老虎大哥会调山里的兄弟盯着西边，咱们这边也不能松懈，尤其晚上得轮班守着。大哥，盯梢这活交给我们家族最合适，我们身子小，钻得进犄角旮旯，白天黑夜都能盯着，不会被发现。大哥，不好了！咋了？出啥事儿了？我们今天去北边石洞收拾东西，路上碰见2个生面孔，扛着家伙正往山里运东西。我一瞅那眼神不对，就躲远偷听了2句，好像说要把啥货转移，还提到了你的名字。他们咋说的？你听清楚了没？一个说那小子肯定发现了，得赶紧把东西挪窝，趁早处理干净，免得留下证据。还有一个说，要不干脆先把那院子给端了，一了百了。这伙人胆子是越来越大，连我这院子都敢惦记。大哥，那咱们不能再等了，得赶紧联系森林公安，把这事捅上去。对，明枪易躲，暗箭难防，不能等他们先动手。咱们抢先一步。你们先按兵不动，装作什么都不知道。我们会安排人手在外围潜伏布控。好，我知道了。警官那边说了，让我们先按兵不动，装作不知道。他们会在外围布控，一旦这伙人真敢动手，就来个人赃并获，一网打尽。这个法子稳妥，硬碰硬容易让他们狗急跳墙，伤着无辜，还是得放长线钓大鱼。从今晚开始，咱们布个局，让他们觉得院子防守松懈，好引他们主动上钩。大哥，你说咋整？我们都听你的。老黑，你晚上装作若无其事，在柴火垛那边转悠，暗中盯着院门口。雕儿们分散到院墙四周，一旦发现生人靠近，立马发信儿。老虎大哥，你带山里的兄弟们在院子外围拉一道包围圈，把退路都堵死。
今晚他们会来吗？来了，就这院子，动作麻溜点，先把围栏那块弄开个口子。来了，还真让他们说的那样，冲着院子来的。小声点，先摸到围栏边。别急，等他们靠近。快点弄！这院子里那些畜生，听说金贵的不行，逮几个回去，够咱俩吃1年都不止。可不是嘛？那小子净给我们添麻烦，今晚顺道也给他个教训。这是咋整的？咋会有这么多野物？你们俩别想跑了！这不科学啊！这些野物咋跟人似的会为人啊？这片山里的动物，一个都不是你们能欺负的。你们今天算是栽了。都别动！森林执法！你们已经被包围了！你们这算是啥？唆使动物伤人！我要告你们！你们非法侵入他人院落，涉嫌非法猎捕、贩卖重点保护野生动物，证据确凿，还想倒打一耙？收队！终于能安静一会儿了。大哥，听说抓着了，真抓着了！抓着了，这伙人终于给逮住了。大哥，这下可好了，往后咱这山里可算是能安生过日子了。这片山终于能好好喘口气了。陈山，跟你说个好消息，那2个偷猎的，经过核实，确定就是多年前那起悬案的主犯之一。这次证据链完整，非法猎捕、贩卖国家保护动物，罪名一条不少，肯定得从重处理。那可太好了，这伙人终于是给绳之以法了。对，还有件事要告诉你，专家团队想再来一趟你这院子，重新评估一下这段时间的生态恢复情况，尤其是想看看那对远东豹和这次救回来的幼崽。行，我这边随时欢迎。哎呀妈呀，可算出来玩了！这才短短一段时间，恢复的比我们预想的还要好。老师，观测站周边野生远东豹的活动踪迹比3个月前多了1倍不止。慢点跑，卡住鹿皮了。这说明他们已经把这片区域成了真正安全的栖息地。陈山，你这里的成果已经不只是个案了，我们准备把这里作为重点研究和保护案例，向更高层级申报，争取更多资源和支持。教授，我就是想让这些孩子能安身的在这片山里过日子，别的我也不太懂。就是这份朴实和真心，才是最难得的。您就是陈山同志吧？我们是省里自然纪录片栏目组的，听说了您这里的事迹，特别想以这里为原型做一期专题片，好好宣传这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珍贵故事。行啊，只要能让更多人明白护林护动物的重要性，我这边都配合。你说这画面搁哪儿找去？这也太有意思了。这一路走下来，值了。大哥，你说咱这日子是不是越过越有出息了？是啊，越过越有出息了。我的天，这黑熊看着一点都不怕人，真的是野生的。这些都是自愿留在这片山路的野生动物，我们从不圈养，也不驯化它们，只是给它们一个安全的家。它们信任这片山，也信任我们，所以才愿意留下来。这位大姐，尝尝这个野生蜂蜜，纯天然的，跟外面卖的可不一样。我们山子这院子出的东西，那都是有保障的。这人心啊，风向一变，比啥都快。大哥，今天生意不错呀。是啊，比我当兵那几年攒的钱都多。这日子是真过起来了。大哥，我可又来了，今天有没有啥好吃的？
就知道你惦记这个，来，趁热吃。大哥，你说我这算不算你们家常驻骄宾？天天来蹭吃蹭喝的。兄弟，我来查岗了。大哥，可有些日子没见你了，最近咋样？挺好的，山里现在太平多了。兄弟们都说这片林子是这些年过得最安生的一回。大哥，我们家这窝新添的窝又宽敞又暖和，哪天你得来瞅瞅。一定去，一定去。大哥，多亏了你，我们这一家子才能过上这样安生的日子。从最初柴火堆里那声求救，到如今这满院的欢声笑语，一切仿佛还在昨天，却又像过了很久。兄弟，你是不知道，这小子当时跑到我那儿，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跟我说遇到大恩人了，非要拉着我来看看你。我这山里出了个能听懂咱话的奇人。以后啊，不管我这院子变成啥样，大伙儿想来就来，